第20集，玉无缘毒害凤栖梧。上元节之夜，本来黑风息与白风息约定在湖边见面，怎知等到后半夜，迟迟未见对方出现。直到钟离匆忙赶来，告知白风息和凤栖梧二人已男装打扮，结伴进了香乐坊，之后便再未出来。黑风息得知此事，立马前去寻他，正巧赶上诗会结束。然而黑风息二话不说，牵起白风息便出了门，二人在雪中深情告白，互诉衷肠，掩饰不住对彼此的爱意。从那天过后，黑风息开始着手准备婚事，准备迎娶白风息过门，但是任如松并不赞同，私下里找到白建德，希望劝说他配合自己棒打鸳鸯。任如松百般阻挠二殿下与白风息的婚事，可终究没能如意，只因白风息并非寻常女子，向来是有自己的主见，而且认定的事情绝不反悔。所以白风息单独去找任如松，并且拿出他与风兰溪共赴雾山，力闯数阵之后机缘所得，如此便可知二殿下风兰溪心属何人。此时黑风息得知环娘擅作主张，不由大为愤怒，于是下令将他逐出府去，同时让钟离拿出100两银票给环娘，也算是彻底了断彼此之间的关系。环娘含泪跪求黑风息的原谅，奈何黑风息心意已决，只能割舍这段主仆情分。任川云来向风兰溪汇报筹备进展，而金响银已送至节度使府，院落之外也都有墨雨旗守卫，目前暂且无事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待他说完后，便上前拆穿了伪装风兰溪的任川雨，其实也并非是当真要假扮二殿下，只因二殿下与白风息溜出王府，所以须得他来应付场面。反观黑风息前来参加宴会，对于台上歌舞毫无兴趣，两旁大臣都在向他敬酒，他也是来者不拒的回应。至于白风息则扮作侍女在身边伺候，黑风息趁机将他搂住，外人眼中看似二殿下是风流所致，而白风息顺势靠在怀里。怎知白理事露出本来面目，直接挑拨风长与风兰溪的关系，甚至威胁他若是不娶妻成，便将他患有癫痫之症公布天下，彻底在朝堂上身败名裂。反观风长如果肯听话，白理事保证以后再不会有任何麻烦，而他受母后要挟所迫，只能强忍着怒火，独自回到府中饮酒买醉，德叔看在眼里很是心疼。白建德知道黑风息的身份，也迫切希望借助饮泉水榭调查旋即令，于是主动邀约黑风息见面，请他查出何人在背后利用假令祸乱天下。黑风息欣然答应，之后又去见白风息，直言这天下本该是安定，所以他想让那些真正手无寸铁，活在烟火气息里的百姓过得更好。而在另一边，玉无缘认为，若想要得到兰因碧月，还需创造时机，必须待到二人联手出招之时，吩咐断魂门门主派人盯紧他们，不可出任何疏漏。黑风息通过白风息得知玉无缘来到雍京，震惊饮泉水榭居然未得此消息，钟离奉命追查其行踪，并且告知大殿下递交请婚表的事情。黑风息以为大哥是对自己产生失望才做出这等选择，殊不知已受白理事胁迫。幽州公主华纯然听闻父王要为他选夫婿，唯有故作镇定的建议应当改为招亲，事后命人调查是谁向幽王谏言。反观风长向父王呈上请婚奏本，表示自己发自真心想要迎娶妻成，雍王为之大悦，先令钦天监核八字，若无大碍再过小定，等明天元旦正日下赐婚诏。环娘劝不住黑风息，只能任其出府，结果无意间听到钟离的谈话，才知他根本不是去找刘尚书，不过是编个由头与白风息见面而已。至于白风息得知黑风息被泼狗血，自有方法带他驱霉避凶，两人在街边小摊吃得尽兴。到了后来，白风息带着黑风息东瞧西逛，一路上边走边吃，没想到竟遇到小师妹白郎华和修九荣。为避免引起误会，白风息赶紧将黑风息藏了起来，可还是没能逃过白郎华的眼睛。白郎华识趣地拉着大家先走，眼看着他们消失在街头，黑风息这才从角落里出来，
追问白风夕为何会怕大家产生误会，急得白风夕找个理由回应。钟离奉命准备好礼物，且陪着黑风夕去梅园赴约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三殿下风举以及百里景等人。负责奉茶的下人在茶里下了迷药，眼看着黑风夕彻底昏过去，于是又将7成尸体拖到他旁边，以此来诬陷风兰溪杀害七国公之女。此时风长匆忙赶来阁楼，看到眼前一幕，未料百里氏手段如此歹毒。正当下人向风长汇报之时，原本昏迷不醒的黑风夕突然醒来，直接将对方打晕，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大哥为人，知道幕后定有主谋。风长没有告知实情，反过来斥责二弟处处瞒着自己，从未真心相待，更气愤他为何今日前来赴约，没有答应二人从此一刀两断。但是黑风夕直言大哥身世可怜，从小不得亲娘待见，所以母后让他照顾好大哥，绝不可见大哥有难还能装作视而不见。其实一直以来，风长对黑风夕的照顾更多，即便是他下定决心了断兄弟之情，黑风夕依然毫无怨言，随后将那根织金鞭送给风长。尽管风长内心难过不已，可他为保护二弟，还是说了许多狠话。等到黑风夕准备离开时，风长故意在风举面前演戏，并且伪造坠楼的假象。幸好阁楼内有御医相伴，及时为风长做诊断，虽是性命无碍，可惜右腿已断。七国公见女儿命丧当场，因过度伤心而指控风兰溪是凶手。此时百里景疯疯癫癫跑来，脸上有明显抓痕，足以证明他是凶手。其实早在之前，黑风夕已察觉到不对劲，索性与钟离配合演戏，来了一招顺水推舟，随之将凶手线索引向百里景，令其变得神志不清，状似痴傻。如此不仅能自证清白，还可为大哥解决眼下的麻烦。